新婚夜，夫君跟我道歉。他说为了捍卫他的爱情，我必须自尽。说吧，毒酒、匕首、上吊、跳河，你选哪一个？我说我能选爽死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林乔的第一任妻子就是被他逼死的。在新婚夜，他爱上了西街卖豆腐的姑娘，要娶为正妻。他家里不同意，他是长平侯世子，怎能娶一个平民？长平侯夫人替他做主，娶了户部侍郎的女儿。结果新婚夜，他对那姑娘恶言恶语，极尽羞辱，姑娘不堪受辱，吞金而亡。而他的家人收了长平侯府大量好处，并没有追究此事。林乔的婚事因此变得艰难。他还放出话来，谁敢嫁女儿来他家，来一个他弄死一个。但总有不顾女儿生死，只想攀龙附凤、升官发财的。比如我爹，姨娘跪住求他都没用。嫡母说，你放心，月华貌美温柔，长平侯世子必不舍得。我知道这是一开始是他提的。姨娘貌美，年轻时，我爹为了她冷落嫡母，嫡母一直记在心上。嫡姐却说，那可说不定。孙婉儿又不丑，孙婉儿就是户部侍郎的那位女儿。嫡母瞪了她一眼。嫡姐又说，真不知道长平侯家为什么不让世子娶他心爱的女人。卖豆腐怎么了？真爱是不分高低贵贱的。真的天真。姨娘哭肿了眼睛。我跟她说，不用担心，他杀不了我的。新婚夜，我第一次见到林乔，他高大英俊，眉眼阴郁，让我选择死法的时候，语气还很温柔。我说，我能选爽死吗？他忽然就不温柔了，骂我不知廉耻。我说，啊，难道不是夫妻情趣？见我不配合，他也没时磨耐心，端了毒酒就要往我嘴里灌。笑死，他怕是不知道我的能耐。我从小就聪慧，我爹请了先生教我和姐姐琴棋书画，我样样都压姐姐一头。嫡母不高兴，硬说我身体不好，送我去和大哥的武师傅学武。学武又累又苦，我没有多余的精力，原先的功课就落了下来，而且脸也晒黑了，手也粗糙了。嫡母很得意，觉得自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我。殊不知，这都是我的算计。琴棋书画学的再好有什么用？遇到危险时，还能背一篇文章让对方羞愧而死。就像现在，林乔要灌我毒酒，我嘴里害怕地说着不要不要，却在他靠近的时候，一掌劈晕了他。林乔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我剥光了衣服绑在床上。他又羞又怒，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，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得到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。谁要那没用的东西？我给他灌催情酒，他以为是毒酒，先骂我，然后求饶，最后吓哭了。我还以为他很硬气呢。说到硬，林乔直立了一晚上，在我身下，一次又一次。他屈辱地哭了，一直说要杀了我。我轻佻地说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早上他腿软得下不来床，我一个人去给公公婆婆敬茶。昨晚发生了什么？他们大概心里有数。长平侯府已经死了一个儿媳，他们不会允许再死一个。侯夫人拉着我的手夸我做得好，又说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。我红着脸轻声嗯了一声。林乔睡到下午才醒，我早给他松了绑，没穿衣服，他光溜溜地躲在被窝里瞪我，我衣服呢？
我把熏好的衣服拿给他，他胡乱穿好，下了床。他冲我招手，你过来。我走过去，他目光忽然凶狠，伸手就朝我脖子掐过来。我警醒着呢，他一动就立刻后退，然后一脚踹过去。他摔在地上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你敢对我动手？我明明动的是脚。他要爬起来，我连忙扑过去，夫君怎么躺在地上？是喜欢在地上坐吗？哎呀，夫君你花样真多。我红着脸摸他，他脸都白了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想推开我，然后发现推不开。赵月华，你别太过分。他咬牙切齿，然后他发现他又可耻地立了起来。他倒吸一口凉气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咬着他的耳朵说，一点助兴的推拿手法了。夫君你喜欢吗？林乔2天莫能出房门，饭菜我让人送到房间，他吃了老多，补充体力。第3天回门，他趁我换衣服的时候跑了，从狗洞溜出去的。等要出发的时候才发现人不见了。侯夫人拉着脸让人出去找。我说，婆母没关系的，我一个人也可以。他很过意不去，把手腕上的玉镯撸下来给了我。我带着3车礼品回去，姨娘见到我松了一口气。她这2天很煎熬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生怕听到侯府传出噩耗。嫡母也很高兴，看，我就说姑爷舍不得。她高兴是因为我爹升官了，大哥也进了神策营，只有姐姐不高兴。她把我拉到一边，问，世子变心了？他爱上你了？我羞答答地说，世子只是暂时被我的美貌迷住了。他很失望，喃喃自语，世界上真的没有矢志不渝的爱情吗？我没有直接回长平侯府，我去了趟西街。林乔果然在豆腐摊前，那姑娘叫钱三娘，着红衣，明艳活泼，嗓音爽利，在一众摊贩中很是抢眼。林乔在她身边打下手，两人时不时甜蜜对视一下，像一对新婚小夫妻。我走上前去，钱三娘招呼我，夫人想买点什么？我看向林乔，她像是见到了鬼，先捂上面，再捂下面，最后捂住脸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我的目光落到钱三娘脸上，温声道，我来接我夫君回家。她一怔，明白了我的身份，脸色变得很微妙。林乔往铺子里走，我3两步追上去，夫君。他贴着墙壁站，你别碰我。不碰是不可能的。我摸他的胸膛，站着也不是不可以。他满脸通红，羞恼道，赵月华，现在是大白天，别人家里，怎么会是别人家呢？这铺面，连着后头能住人的屋子，都是他给钱三娘置办的。他走的宫中的账，那自然就是长平侯府的。长平侯府的，就是我的。但我莫那么急色，我畏难地说，夫君，白日宣淫，非君子所为，你忍一忍，晚上我一定满足你。他气得差点绝过去。钱三娘走进来，林乔连忙推开我，莫推动，我下盘稳着呢，这就导致看上去像是他在我胸上摸了一把。钱三娘惊愕，我娇羞，讨厌，还有外人在呢。林乔，啊！钱三娘黯然，世子和世子夫人感情真好。林乔，不是。三娘，你听我解释。钱三娘跑出去了，林乔要去追，我拽着他的胳膊，他往前奔，奔不了一点。你放开我！他怒吼，我松手，咚一声，他撞在了门框上，额头立刻鼓起了一个大包。他顾不上疼痛，急急追出去。钱三娘莫走远，还守在豆腐摊前，只是眼中噙泪，故作坚强的模样惹得林乔也红了眼。三娘，他说，我不喜欢他，我心中只有你。钱三娘说，阿乔，算了吧，
我不是在乎名分的人，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哪怕是做妾，我也愿意。不，三娘。林乔握住她的手，我一定会抬大轿娶你过门，我只认你是我的妻。阿乔。三娘。林乔最后被绑回了家，不是我绑的，是侯夫人的人干的。他被训了一毒，但是死不悔改，还试图与我谈条件。你自请下堂，我会说服父亲让你爹再升一级。我看着他微笑，你都说服不了让他们同意你娶钱三娘，还想说服其他？你哪来的自信？他气急败坏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走？我走了有什么用？我走了还有其他姑娘，你爹娘不会同意你娶钱三娘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他越气我越温柔，只要你爹一天是长平侯，你就做不了侯府的主。我的手搭在他的肩上，乖，别闹了，好好为侯府开枝散叶才是正事。你别碰我。他后退，我往前，直到把他逼到墙角。想站着是不是？我温声软语。他匪夷所思，赵月华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廉耻的女人？我掩唇笑，双臂撑在墙上，将他圈住，打是亲，骂是爱。原来夫君这么爱我呢。林乔啊！我脱他的衣服，他攥紧裤腰带，宁死不屈。有本事你别对我用药，把你那些肮脏手段都收起来。我告诉你，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看到你就想吐。作为一个女人，你……他忽然哑声，眼睛瞪大。我把衣服脱了，只剩一件鸳鸯戏水的大红肚兜，雪白的肌肤和傲人的曲线一览无遗。他的脸红得能滴出血来。我慢慢靠近他，在他耳边轻声喘气，他一下就立了起来。我咬他的耳垂，低语，承认吧，其实你也很享受，是不是？林乔又被我绊了，一开始还有点抗拒，后来就用下半身思考了。男人，呵。完事后他忽然羞愧难当，捂着脸呜呜哭，呜呜。我不干净了，我对不起三娘。又骂我，都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勾引我。我懒得理他，清洗完就睡觉了。睡觉的时候我也很警惕，林乔一动我就察觉了，但我莫动。我假装睡着，他摸出一把匕首对着我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没敢动手。怂货，我就知道他没胆量直接杀人，也就孙婉那个傻瓜会被他激得自杀。真傻。林乔天天去找钱三娘，两人一起卖豆腐。其实侯夫人已经松口，答应让钱三娘进府做妾，可是林乔偏偏要给她正式的名分。侯爷替他在吏部谋了差事，他也不去，倒是不怎么在外头留宿，基本都回家过夜，住书房。但是没用，我想睡他的时候，他喝汤药也得起来，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他。侯夫人巴不得我早点怀孕，她觉得林乔做了父亲就不会这么胡闹了。有一回林乔很晚都没回来，我换了夜行衣去西街找他，钱三娘留他过夜。阿乔，我愿意的，在我心里，你早就是我的夫君。他特地化了妆，换了新裙，烛火下，瞧着比往日更艳丽。林乔看得呆住了，喉结滚动，有些把持不住，但他到底还是把持住了。三娘，我不能叫你不明不白跟着我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他猛灌了一壶凉水，然后夺门而逃。钱三娘追了2步就停了。寂静的夜里，他不敢高声呼喊，只能恨恨扯着帕子骂了一句怂货。我赶紧回府捡漏，我脚程快，在林桥前面到家。他到我屋，我已经在床上躺住了。他一句话不说，冷着脸四处找东西，最后找到床上，问我看见我的玉佩了吗？白色那块。我拉着他的手往我怀里送，你瞧瞧，是不是在这？
他骂我不知羞耻，手却很诚实的默拿开。他的火已经被钱三娘挑起来。钱三娘之所以默成功，是因为她放不开。如果当时她脱光衣服从背后抱住林乔，林乔怎么可能把持得住？我直接就把林乔拉到我身上，冲他吹气，你要不要到里面来找找？水到渠成，不费吹灰之力。自打这日过后，林乔就很积极了，每晚都上我的床，还同我一起研究避火图，以及哪种方式容易受孕。侯夫人很高兴，她以为我终于驯服了林乔。我没这么天真。林乔有一段时日莫去找钱三娘了，钱三娘按捺不住，找上门来。确切来说，她是来找我的。我在偏厅见她，她一见我就跪了下来，道：我和世子是真心相爱的，求世子夫人成全。我温和跟她说，你求我也没用，我跟世子已经成婚，我总不能为了给你让位，自请下堂吧。她急忙摇头，三娘不敢，三娘只想日夜陪在世子身边，哪怕是做妾做通房丫鬟都没关系。她一脸真诚坚毅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她从来都不是以退为进，她是真的不介意。有意思。我点头，好。她很欣喜，给我磕头，说好听的话，拍我马屁。我让人去准备茶水。纳妾这种小事是不需要男人在场的，只要我这个正妻点头，10个8个都能给他纳进来。钱三娘捧了茶递给我，我正要喝，林乔忽然冲进来，一把将我手里的茶杯打翻出去，又把钱三娘拉起来，怒气冲冲对我道：赵月华，你好毒的心，你竟逼着三娘做妾。钱三娘连忙摆手，不是的世子，是我求世子夫人让我做妾的，她没有逼我，你不用替她说好话，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。她拉着钱三娘就要走，钱三娘不肯走，世子，我真的愿意做妾，我是真心的。她剖析内心，我一个没有家世的平民姑娘，没有读过书，不懂礼数规矩，不懂应酬，也不会管家看账，我没资格做你的正妻。我嘘。林乔伸出食指抵在他唇边打断他，三娘，你不用妄自菲薄，在我心里你是顶顶好的姑娘，10个赵月华也比不上你。我翻了个白眼。钱三娘朝我伸出手，世子夫人，我真的愿意，我是真心的。不，你不是。林乔把他拖走。林乔和我大吵了一架，确切地说，是他单方面输出。我冷眼等他说完，只说了一句话，我怀孕了。何府震动。等请了大夫确诊后，侯夫人笑得嘴都合不拢了，连说了几个好字，又骂林乔，你媳妇现在是双身子的人，你可千万不能惹她生气，知道吗？林乔恹恹的。侯夫人放缓了语气，又道，也是要做爹的人了，也该学会稳重了，以后你们2个就好好过日子。你要是真喜欢那个3娘4娘，那进来也无所谓，你媳妇也不是个善妒的。她看我一眼，我温柔的笑。林乔没说话。晚上他睡书房，侯夫人给他准备了2个通房丫鬟，他没要。我准备了甜汤去看，他却不在书房。下人说他去了主院，我没带人，自己一个人悄悄摸了过去。我就是这么谨慎。他们母子俩又在吵架，侯夫人被气得不轻，你怎么就那么轴呢？就非要娶钱三娘做正室，你怎么还没死心呢？你已经成婚了，你有正妻，你的妻子还怀孕了。林乔说，妇人生产，一只脚踏进鬼门关，死了也寻常。侯夫人难以置信地望着他，你疯了。他看着侯夫人，娘，真心爱一个人，就想把世上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他面前。我爱三娘，就不会让他受一丁点委屈。侯夫人怔怔的，
他好像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。良久他说，我同意也没用，你爹不会同意。林乔沉默。真笨啊，还得我给他出主意。林乔回了书房，我让人把甜汤热了一遍，再送过去。他有点慌，但很快镇定。你来做什么？你现在怀着孩子。不能。我把甜汤放到案几上，笑，夫君你想多了，我就是来找你说说心里话。他蹙眉看着我。我说，你知道黎州的景王吗？他摸不清我要说什么，仍然蹙着眉。他父王和当今圣上是兄弟，但是死得早，他16岁就继承了王位。虽然上头有亲娘，但在封地说一不二。他的王妃只是个医女，他说要娶，没人敢拦着。夫君，你跟他的情况不一样，所以就不要再想着娶钱三娘了。如今我已有了身孕，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你若真的爱重钱三娘，就替他寻个好人家，再送他一份嫁妆。夫君，人生在世，身不由己的事太多，无能为力的时候也太多，别自己为难自己了。他的眉头舒展开，他说，我知道了。林乔去吏部当差了，他似乎断了和钱三娘的来往，一门心思只当他的好丈夫、好儿子和好父亲。除了不停地送我补品，还每日给长平侯炖参汤。长平侯很欣慰，果然是要当爹爹的人了，有担当了。侯夫人却寝食难安。她当然知道，孕妇过度进补会导致营养过剩，会使得胎儿过大难产，不仅产妇有危险，孩子也有窒息的风险。林乔她不仅要我死，连孩子她都不想要。侯夫人是想要这个孩子的，她盼了许久的亲孙子，她舍不得。可是林乔说，三娘以后会给你生好几个孙子孙女的，万一你爹不同意呢？林乔咬牙切齿，他会同意的。侯夫人还是不信他，她委婉地提醒我多运动，适量进补，又划了3个铺子和2座庄子到我名下。我回了一趟娘家，找我爹帮忙。听完我的话，我爹一脸震惊，震惊又有一点羞涩和喜悦，脊背都不自觉挺直了。啊，我都一把年纪了，那钱三娘才20年华，她会看上我。我道，爹，不瞒你说，世子表面上虽与我琴瑟和鸣，其实还是忘不掉钱三娘。万一以后钱三娘进门，再生下孩子，长平侯府还有我和孩子的立足之地吗？爹，为了女儿的终生幸福和我们赵家的前途，你就勉为其难去勾引一下钱三娘吧。可是，我爹有一种想应下又感觉不能太快应下的纠结感。我再添一把火，爹，我查过了，钱三娘父母早逝，家里就只有他和一个幼弟，他起早贪黑磨豆腐卖豆腐，都是为了养弟弟。他和世子在一起，也是为了弟弟的前途。他根本就没多喜欢世子，他还老嫌世子不够稳重，冒冒失失呢。上次他跟世子吵架，就是他无意间说喜欢比自己年长、会疼人、温柔体贴又英俊儒雅的男人。我爹轻咳一声，那我好像挺符合的。我说，是啊爹，而且我也不是让你强民女，你就正常去买豆腐，碰到他有困难随手帮一把，英雄就美什么的，就做你自己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我爹娇羞摆手，哎呦，我哪有那么好？我爹和林乔其实是没有竞争力的。不谈家世，光从年纪外貌来说，我爹虽然风韵犹存，但林乔年轻又英俊，瞎子才会选我爹。但坏就坏在林乔为了做戏做全套，只给三娘留了句等我就不管他了。爱一个人，是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他面前，但首先，你得看他需要什么啊。
钱三娘一个弱女子，这么多年又当爹又当娘，靠着卖豆腐把幼弟拉扯大，还送他去学堂，其中艰辛非常人所能想象。他不需要做高门正妻，他只想要安稳富足的生活，不必起早贪黑，不必抛头露面，不必时时为生计奔波担忧。他要的是能看得见摸得住的依靠，不是吃不着的大饼。林巧有情饮水饱，钱三娘可不是。这段日子，他卖不掉的豆腐，我爹全部扫尾。他被小流氓骚扰，我爹英雄救美。他弟弟交不起束修，我爹代付。我爹还送他珠宝首饰，绸缎新衣，送他弟弟文房四宝，字帖书籍。他被俘获了，爱不爱的不清楚，反正我爹撬墙角成功了。我爹要纳妾，那他女儿的丈夫喜欢的女人，听起来有点绕口，但的确是这么个事。嫡母不同意，在姐姐和大哥面前卖惨，想让两个子女阻止我爹。我帮我爹和钱三娘编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，姐姐听了立刻就倒戈了。她脑子里只有风花雪月。她劝嫡母，真爱无关年龄、身份。我很敬佩三娘，为了心爱的人，她可以不顾世俗眼光，不在乎名分。娘，你别太狭隘了。嫡母，真爱个屁！大哥就更不可能占他了，他也是男人，男人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了。他房里就有一个妾和一个通房，还是大嫂怀孕后，嫡母亲自帮他纳的。嫡母最后求到我头上，你如今是长平侯世子夫人，你的话你爹会听的。嫡母对我的感情很复杂，她希望我过得好，又不希望我过得太好。我过得好，能够提携娘家；我过得太好，她会嫉妒。姐姐到现在还未嫁人，问她有什么要求，就说要有感觉。屁的感觉，反正她相看到现在，没见她对谁有感觉。嫡母希望她能嫁得比我好，但就目前来看，她能出嫁就不错了。我看着嫡母，温温柔柔道，只是一个妾而已，母亲何须费心，好吃好喝养着就是。就算她生下儿子，还能跟大哥争不成？再说了，她嫁人了，世子才不会惦记，我这世子夫人的位子才坐得更稳，大哥的前途才更有保障，是不是？嫡母妥协了，实际上她不妥协也没有办法，积极主动一点，我爹还能记她个好。我肚子6个月大的时候，林乔终于发现钱三娘嫁人了，嫁的还是他老丈人，还只是个妾，他直接就炸了。什么图谋，什么计策，什么隐忍，通通抛之脑后，气势汹汹就来找我算账。赵月华，是你对不对？是你捣的鬼是不是？我装无辜，夫君你在说什么？三娘为什么会变成你爹的妾？你做了什么？我摊摊手，我什么都没做啊。他们俩相爱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他砸碎了一只茶杯，什么相爱？三娘怎么可能会喜欢你爹那个老头子？我知道了，是你和你爹设计强抢民女是不是？赵月华，你好毒的心，三娘那样美好的女子，你怎么忍心让她去做你爹的妾？她还哭了，你毁了一切。赵月华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怎么不放过我？我看着他，语气冰冷，嘴角却有笑容。是趁我生产的时候买通产婆，让我一尸两命吗？他震惊地望着我，母亲都告诉我了。我嘲讽，你以为你在这个家有地位，跳梁小丑而已，没有人在乎你，你娘也不爱你。只要我生下儿子，你马上就会被抛弃。他气得眼睛血红，看得出来，很想杀了我。他从来都不是良善之人，也没时磨脑子，又在气头上，被我一刺激，伸手就来掐我的脖子。这次我默躲，
他的手一寸寸收紧，面容狰狞扭曲，眼中凶光毕现。他是真的想掐死我，但很快，他被人拉开，又被狠狠踹了一脚，还被扇了一耳光。长平侯和侯夫人赶来了。侯夫人有点懵，不是说好了到我生产的时候才动手吗？怎么现在就按捺不住了？你疯了是不是？长平侯破口大骂，这是你媳妇，是你媳妇，她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。我一边哭一边躲到长平侯身后，父亲救命！世子要杀人灭口，我无意间看到他在你的餐汤里下毒，他就要杀了我。石破天惊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林乔惊悚地望着我，他大概想到了，当初我跟他提景王的事，并不是纯聊天。长平侯和侯夫人震惊地看向他，他冷静下来，迅速解释：父亲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怎么会谋害你？我道，因为你想娶钱三娘，父亲不同意，只要父亲出事，你就是长平侯，侯府就是你说了算。林乔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弑父，父亲要是出事，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母亲了？杀母弑父，林乔，你猪狗不如！侯夫人本来扶着林乔，闻言下意识地后退了好几步。林乔脸色一白，急急解释：我没有，我没有。父亲母亲，你们别被这个女人骗了，她就是在挑拨离间。你们相信我，要想知道是不是真的，请个大夫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林乔脸色大变，额上不受控制地冒出冷汗。他这副样子落在长平侯眼里，长平侯已经信了7、8分。他一边派人去请大夫，一边让人去搜林乔的屋子和书房。很快，下人就在林乔的书房搜到了一包白色粉末。长平侯脸色铁青，等大夫确诊他的确中了一种慢性毒药，伤了根本活不长了的时候，他气得直接把那毒药塞进了林乔的嘴巴里。孽障！孽障！孽障！侯夫人哭喊：儿子你糊涂啊！林乔被关进了侯府私牢，对外说是突发重病，弑父是大罪。长平侯很想弄死他，但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而且他中毒伤了身子，以后也不会再有孩子了。他把希望寄托在我肚子里的孩子身上，如果是个儿子，林乔就可以直接病死了。侯夫人有些不忍，毕竟林乔没想弄死他。她跪在地上求长平侯饶林乔一命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就饶他一命吧，踢他出族谱也好，赶出去也好，断绝关系也好，就是留他一命。他到底是你我的儿子，你也曾抱在怀里过。侯爷，求你了。侯夫人哭得泣不成声，毫无平日贵妇人的形象。我也抽抽搭搭的哭，母亲，夫君什么都和你说，这件事你不会早就知道吧？长平侯锐利的目光像箭一样射过去。侯夫人大骇，连哭都忘了，我不知道。你别血口喷人，可是那毒药是走的你的私账，而且你和父亲一样，都不同意夫君娶钱三娘，但夫君却莫动你。长平侯脸色阴沉，侯夫人慌极了，使劲摇头，我没有。侯爷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你我夫妻几十载，我怎会害你？我忽然哎呀一声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母亲，夫君不会是想让你背黑锅吧？故意走你的私账，故意放过你。万一事发，他作为侯府唯一的男丁，谁会怀疑他？只会怀疑你。侯夫人愣住了，不敢相信，脸颊的肉抖啊抖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长平侯中了慢性毒，这种毒和旁的慢性毒不一样，初期什么症状都不会显示，末期才会像得了急症一样，之前积聚的毒素一齐爆发，神仙也难救。是林乔为他爹精挑细选，花了重金才买来的。
那段时间他花了很多钱替我买补品，有的走的宫中的账，有的走的侯夫人的私账，毒药混在里面，侯夫人也莫察觉。只要长平侯死了，林乔作为侯府唯一的继承人，就能一手遮天。他说长平侯是病死，长平侯就是病死，但他到底还是留了一手。不过没用，他没想到才6个月我就揭发了他。书房里没用完的毒药就是铁证，长平侯暂时死不了，但也活不长了。4个月后，我生了一个儿子，是在我娘家生的。这一胎只能是儿子，在娘家要比在侯府好动手。不过幸好林乔还算争气，我肚子里的是个儿子，免了很多麻烦。我回侯府坐月子，长平侯和侯夫人都很沉默。那个孩子长得很像林乔，侯夫人触景生情，泪水连连，但到底没有再心软。长平侯让人去送林乔最后一程，我道：我去吧，到底夫妻一场，他也是孩子的父亲，也该让孩子给他送个终。林乔在牢里过得并不苦，因为长平侯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活，所以也没必要折磨他。林乔却以为还有转圜的余地。我抱着孩子，带着3个小厮去见他。他比从前还胖了，因为晒不到太阳，皮肤白得渗人，脾气也变得暴躁了。听说天天在牢里摔东西，大吼大叫。见到我，他眼睛一亮：父亲原谅我了是不是？你是来接我的对吧？我就知道，父亲就我一个儿子，他怎么忍心让我死？我没说话。他看到我怀里的婴儿，喜道：是我们的孩子吗？儿子还是女儿？起名了吗？月华。从前是我糊涂，以后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我冷漠地望着他，手上轻轻拍打襁褓，动手。3个小厮面无表情朝他走过去，他先是猛逼，然后预感到什么，一步步后退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小厮们不语，只是一味地逼近他。你们不要过来，放开我！他被2个小厮钳住臂膀，反剪到身后。第3个小厮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，他的瞳孔猛然一缩：赵月华，你敢？我是长平侯世子，你们敢？没人鸟他。他终于害怕，对着我求饶：月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你别杀我，你救救我。我冷冷看着他，小厮把瓷瓶里的药灌进他嘴里，待他咽下去才松手。他使劲儿咳嗽，又用手指抠嗓子眼。我道：没用的，这药是父亲特地为你寻的，沾一点就必死无疑。不过你放心，你不会太痛苦。父亲到底还是念了骨肉亲情。不，他摇头，眼泪随着他的动作四散开来。父亲不会这么狠心。母亲，娘，救命！娘，你救救我啊！没人能救他。我温柔地看着他挣扎，又说：对了，其实我本来也叫了3娘来送你最后一程，我就是这么为你着想。不用谢。可是3娘说，你是不相干的人，她不愿来。她如今怀了我爹的孩子，不想再和从前的人是有牵扯。你胡说。她指着我，不愿相信。我在孩子屁股上拍了一掌，他哇哇大哭起来。在亲儿子的哭声中，林乔慢慢倒在地上，没了呼吸。长平侯熬到孙子6岁时才走，真顽强。为着侯府这唯一的血脉，他耗尽了心血。先是大力提携我娘家人，我爹官居3品，我大哥成了神策营副统领，他还为我姐姐说了一门亲事，对方是郡王府的小公子。嫡母很欢喜，对我越发讨好，连带着我姨娘都换了个朝阳的大院子。只可惜姐姐真爱至上，对郡王府的小公子也莫感觉。她爱上了一名侠盗，和他私奔了。郡王府虽然没有怪罪，
我爹却气得和他断绝了关系。嫡母也病倒了，大嫂日夜贴身照顾他，他再也没有好起来。大嫂长家，对我姨娘越发客气。待嫡母过世，他还说服了我爹和大哥，将我姨娘扶正。姨娘做梦都莫想到，她做了半辈子的妾室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能被扶正。前三娘生了一个儿子，每日和我娘一起带孩子。他弟弟也考中了进士，由我爹拉扯，前途一片大好。然后长平侯将整个侯府，包括他的心腹人脉都交到了我手里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，也是母之过。他不再信任侯夫人，侯夫人想把孙子养在自己跟前，也被他否决了。他死后，我儿继承了爵位，6岁的长平侯，是京城的独一份。虽然年幼，但有他外祖一家和他祖父留下的人脉，也不容小觑。婆母再要同我争权，已经没有胜算。我让他病着，他便只能病住了。我同他说，我是看在你当初提醒我的份上才留你一命，不然你早该和林乔一块死了。他惊恐地看着我，然后就真的被吓病了。真好，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，但我心里总是不得劲儿，尤其是看到我爹意气风发，儿孙满堂，家庭和睦，那股不得劲儿就更明显了。我总想到他要我嫁给林乔，我娘跪住求他的事。当时他说能为家族出一份力，是月华的荣幸。所以后来突厥来犯，朝廷要派使臣和谈，我联系老侯爷的旧部，推举了我爹。我爹本是室友，但架不住突厥莫诚意，他被斩杀于谈判桌。朝廷震怒，将士激愤。那一战我们大胜，战后论功行赏，也有我爹一份。皇上大方，追封我爹为忠义伯，大哥继承了爵位。我作为我爹唯一的女儿，也得了不少好处。我心里的那口气终于顺了。我在我爹的坟前给他敬酒，爹，能为国家出一份力，是你的荣幸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，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